我50加，就是在我的女儿去美国读书以后，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要有一个只属于我的空间，是可以在你任何想蜷缩回母胎的那个环境里面是可以待的那个地方。在北京上大学之后，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去了英国读书。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，我就回到了上海，非常典型的多地生活的一个人。这个房子在上世纪的30年代建造的，算是上海的顶级豪宅，既人文又贴地气。我在90年代末把它买下来的。我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，我自己才27、28岁吧。90年代买房子是退税的。这套房子应该是我改的第8套房子，在舒服的基础上，尽可能的去实现美。它貌似信手拈来，但其实是一个审美积累。这个家是128平，我所有的房子不管面积多大，都只有1间卧室，全部留给公区。一进门的那个玄关的地方，把那个主卧打出了一个玻璃砖的墙，那个地方不闭塞了，它有光影。门要窄要长，一直到顶，就显长啊，显高啊，它有空间感啊。这个老壁炉，这全是原来的，从1930年代一直到现在。其实岛台我待的最多，我在那里看书、喝茶、做饭。所有东西都是我以前的，从香港运来的，有些是我从北京运来的。这些家具是有传承的，以后还会继续留给我的孩子的。比如说这个餐桌是50年代意大利非常经典的设计，柜子是从泰国收来缅甸的一个柚木柜，然后我自己把它的那个木板改成了海棠玻璃。这个柜子当时从这里吊上来，这个吊装就收了我3500块。很多物件它的意义就在于它陪伴了你的生命。比如说这个地毯是我从伊朗背回来的，所有的地毯都叠搭呀，因为没有地方放。这个藤垫是云南的哈尼族的手工艺人完全手编的。这个沙发是我自己选的，我就想选一个绿色的，它没有色彩的冲击，它不性感了。30岁左右吧，我就开始买画，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值钱，未必是那么有名，但是它很契合当下的生活。我主要是收藏这个西洋瓷器，它是极具艺术性的。日本的世游卫门、安藤雅信的作品全都是手做的，独一无二的。我年轻时候其实也是到处出差的，全世界这样飞的。我当时的生活状态就是中环单身的时髦女郎。我在北京的家里有一个鞋屋，曾经是爱马仕买东西排名在前面的人。根据我第2天要穿的衣服，我每天换指甲油的颜色。我的前面8颗牙是做了烤瓷牙的。我不是为了爱美，是因为我连续7天工作没有离开过办公室，在我完成标书的时候，我就一头栽了下去，这边的3颗牙全部摔断了。我那时候34岁结婚，就类似于现在44岁结婚。我是悄悄地说，你看他年龄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，老姑婆脾气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我都知道的，我不要去走入你们给我界定的那个轨道。我的父母就是那种始终站在我这边的父母，他给了我最大的理解和最大的宽容，潜移默化。我知道我是可以做自己的。我对婚姻最大的感激就是在婚姻里我也仍然可以做自己。我是35岁以后才有意识到女性友谊是如此值得珍视的一件事情。天大时候是失恋，现在回头去看是个鬼啊！要挣更多的钱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40岁的时候怎么样更好的去做一个母亲？50岁的时候是又重新回归到我自己，而且我这个年龄我可以不 care 很多东西了，买花约朋友，工作，过最简单的生活。